那些年，一副牌，让我们从陌生变成朋友，甚至是终身牌友。而这份情谊，一直在我心中都没有忘记。打桥牌是锻炼逻辑与专注的过程。桥牌的意义不只在当下那局牌，而是让我们再次坐上同一张桌子。桥牌教会我冷静及判断。说真的，最开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过程中可以跟一群朋友一起动脑、一起聊天、互相交流的感觉。其实玩桥牌不只可以增进彼此友谊，还可以让大脑运转，延迟老化，不断思考的下一步，也是另一种促进身心健康的方式。桥牌这项休闲娱乐也是一种很好的家庭与亲子活动，它其实玩的年龄层非常广，从小朋友、青年、中年，甚至老年人都可以一起参与。它可以打很久，也可以一直维持情谊的管道。各位，我们今年在一起打比赛好不好？什么比赛呢？超级大专杯怎么样？好啊，打。在8月9号跟10号的周末呢，可以说是台湾国内桥艺爱好者们一次的大集结。我们连续2天在政治大学的四维堂进行第2届超级大专杯全国桥艺大赛。那昨天是比赛的第一天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老中青这些桥艺好手们的表现。那进入到今天赛程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后面还有3轮比赛要进行，看看是谁能够站上今天这个桥牌最后的颁奖典礼。很开心持续在主播台上为大家服务。大家早安，我是董敬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赛评呢，依旧是我们的雅加达亚运的桥牌金牌，我们杨信龙老师以及整个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为大家服务。杨老师早安。主持人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是杨老师今天的声音好很多了，昨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桥牌的，是。那昨天我们看了蛮多比赛，然后进行到今天这个后面的3轮赛事相信选手们经过昨天的讨论跟调整之后，通常打这种1-2天的赛事，第2天跟第1天的战略上会做一些区别吗？的确有点差别。我第1天领先的人跟我落后的人策略不一样。是领先的队伍呢，他可能稳扎稳打，想办法采取守势。那如果落后的队伍，你可能需要积极一点。对，好，所以我们待会就来看看这个桥牌选手们的风格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第1场比赛呢，看选手们已经就座了，是由辅仁真对上 BTU 老中青。BTU 就是这个台大桥艺社的简称他们也是台湾的桥牌界一个非常中坚的力量，然后每一次的赛事都有蛮多队伍来参加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一桌的选手是辅仁真的林美丽搭档洪以安，然后对上东西家的是 BTU 老中青的陈明君跟林志宏。
帮您更正一下，陈君明啊，陈君明，抱歉，陈君明教授选手，对。好，那这边我也帮主持人补充介绍一下这几位选手是哦。南北家这两位哦，洪以安跟林美丽呢，他们是今年去泰国参加亚太赛事台湾的混合组代表队选手。代表对，那特别介绍一下这位林美丽女士，是她其实以前呢，在年轻学生时期打大专杯时候呢，就是我们女子选手里面的明星选手。明星选手，对，她甚至呢哈、那个男生组的队伍啊，是会为了加强实力，特地把这个林美丽小姐，当时林美丽小姐、林美丽同学是拉去这个男子队的队伍，增加实力。是。那我们东西方的呢，陈君明教授啊，他在台湾啊也算是我们密码学的权威哦，密码学，对，以前也是台大 BTU 侨社的。那他跟这个林志宏选手以前呢，在几年前也参加过这个百慕达世界杯，是我们台湾的代表队选手。那相信这场比赛呢，也是精彩可期。是。所以选手们也都在桥牌，可以说是有这个10多年的资历了。我们看到林美丽选手也是像杨老师说的，从学生时期这样一路打到现在，他几十年了，他不是10几年。对对对，是几十年的这个程度。好，那我们就看看辅仁真对上老中青。那在我们主桌是有4位选手在一桌，但其实在另外一桌镜头没有捕捉到的另一桌呢，同时也是有他们的队友们在用同样的牌进行。那也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另外一桌我们看不到的是辅仁真这边是由汤建华跟林鸿石2位选手在另外一桌为辅仁真来争取积分。那老中青这边就是由我们协会的理事长沈乃正先生，然后还有雷继言2位选手在另外一桌。好，那也可以主持人跟观众补充介绍一下啊。另一桌我们画面上看不到，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哈，有这个另一桌的东西方是林鸿石与汤建华选手。对，特别介绍一下这位林鸿石选手，他目前是我们中华民国侨医协会常务理事，但是呢，他在巧手选手的水准中，他是属于神兽的等级。哦，神兽哦，对对对，上古神兽。对，他跟我们这个 BTU 电脑智慧队里面的黄光辉先生是算是差不多时期的哦。OK， 可能略小一点点，略小一点点。哇，对对对。但以台湾桥牌界来说，也是上古神兽。对，那当年呢，他们其实曾经在一次罗德岛的世界杯，打到了这个世界的第4名，几乎差一点点就要问鼎冠亚军。哇！所以待会我们再看看随着赛程的进行，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选手这个露面？因为其实超级大专杯虽然有这个校友跟跨校组别跟在校学生我们2个组别但是在校友跟跨校组别真的是有非常多桥牌界的大前辈。好，我们的第一副牌，今天比赛转播的第一副牌，我们来看到最后的合约是以4黑桃成立，由东家坐庄。好，今天这个嗓子比较给力，我可以多谈一点点专业，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观众很多都是侨友啊。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桌的叫牌过程。东家开喊一个一般的强无王，西家这个2梅花呢，它是史蒂曼他是询问东家有没有4张的高花牌组。那西家刚好是有5张梅花，但是其实他的2梅花跟这个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东家有了黑桃之后，西家他教这个4方块，我相信如果不是很懂桥牌，或者是呢对于桥牌制度学习还比较初阶的选手的这个侨友呢，可能会不太了解，像是这个为什么西家只有1张方块，它这个4方块呢是一个特殊的约定，叫做 Splinter， 它代表的是它配合同伴黑桃牌组，它的方块是1张或者没有。对，这种就是所谓的人为教品。是，因此如果选手在桌上叫出了人为教品，你就要拿出alert卡去提醒对方我有特殊的意思。是。好，帮观众朋友补充一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桌是这个镜头外的另一桌，我们看选手的 ID Frank Tom 就是汤建华选手，而他对家的这个 Emerson Lee 就是林鸿石选手，刚才老师有特别介绍，而另外一边的 Kirk 是我们的理事长沈乃正，然后对面的雷是雷继言选手，所以这是我们在镜头外的另一桌。
好，那这一桌呢，东西方叫它4黑桃。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双木加分析。这个合约基本上是小菜一碟啦，小菜一碟，在正常攻防大概多吃2顿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切回我们画面主桌。对，主桌来我们看。好，他们的第一副已经打完了啊。哇，那我们来看，对，速度很快。因为其实桥牌有的时候呢，不是每副牌真的都是需要想很久。没错。如果你能够在比较简单普通的牌加快速度，你可以把时间留到需要思考的牌再去运用。好，那我们看，在这个主桌里面也是主打4黑桃，那也是主打4黑桃，那么呢也是多吃2顿的结果。好，那所以第一副牌呢大概就不会有什么胜负，大概结果就是这样子。对，那现在主桌呢进行到第2副牌。这边东西家有发挥的空间，所以现在在教品上蛮积极的。好，西家最后喊出了义无王成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副牌了，东家开喊它有13点，西家呢有10个点，13对加10呢合起来是23点，也就是南北方呢防守方他们是17点。这样子的点力其实庄家已经有明显的优势了，它就是属于它刚好压在要不要叫成局的一个边缘线位，所以通常这样力量的分布呢，它没有叫到成局线位的时候，主打部分合约，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太困难。当然这是一般啦，是，所以我们来看以双梦加分析来讲，哇，优势很明显，几乎都是明显可以超打2灯或3灯，没错。这其实代表它就算叫到成局也是有可能的。好，不过这种23点边缘的牌呢，多数的选手其实他在没有特别牌型的时候，他停在部分合约是很合理的。那在这边也跟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一手牌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常常在讲的点力之外，牌型也是很重要。什么是牌型？牌型就是我什么牌有几张。对。花色的一个组合，对对对，跟队友的这个配合，没错，配合是自己的牌型以及跟同伴的配合度。那这个都是我们昨天曾经谈过一个东西叫高人计点制。我们呢在讲什么4点、3点、2点、1点，这是高人计点制。像这种牌型的价值呢，它就不是高人计点制探讨的范围，那它就是跟选手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这个高人计点制也是当时的一位发明者。对，就是早年西方侨界的一个专家高人。那有没有学者也提出我们刚老师讲的这个花色型的一种理论，或者是也有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有的。简单举一个例好了，这个因为它涉及太多专业，花的时间可能会讲很久，但是简单。但是因为主持人提到了，我简单举一个例比如说呢，有的人他其实就觉得说这个高人计点制呢，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他认为1张 A 跟2张 Q，数字上同样是4点，对，但是它价值不一样，对啊 ，A 一定吃得到，是 Q 有很大几率会被别人消灭，是，所以呢，他用了一些方法去做调整，他可能用一些所谓的控制什么等等，那这个细节不太赘述啦，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调整，是。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2副的义无王西家坐庄的这个合约应该也就是按照顺序把牌走完目前，所以我们今天转播的前2副牌都还蛮 peace 的，就是没有这一副牌，第2副牌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我刚刚说它是在边缘成局的边缘，如果另一桌比较冲一点，也可能交上去。是。那我们先借机回顾一下刚刚第1副，跟我们的预期一样。第1副就是平掉了，平掉就表示另一桌是完全一样的结果，是各拿480，各拿480，对。那现在这一桌正在进行，它只有义无王，基本上它大概不会有太大意外。我们可以来看看另一桌。事实上您看到英雄所见略同，也是这一桌他也是打END，对，没错，所以他们最后完成的合约条件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叫牌过程，你看。如出一辙，对，他只是差在这一桌的南家，他出了一个 double，那另一桌的南家，我们看看，主桌的南家上是没有行动，对，所以像这种
差不多的过程，但有人有行动，有人没行动，嗯，它其实可能也反映着选手对牌的判断，对，以及他是比较积极、比较消极，就他喜欢在教品上面做的一些动作。对对对，就是说这是他的选择啦，是很多时候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没错。好，所以我们主桌的男家哈 ，ID 是 Phoebe Lin，就是刚刚提到的林美丽选手。像这个，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是，谈一下，我对这些选手其实有一定程度了解。是，他们都算是您的应该是前辈哦，以年龄里面有比我小的啦，像这个是东家这位林志宏选手，林志宏，那他就比我小。OK， 那这个北家这位洪以安选手，是他跟我差不多是同辈，他比我略大。OK， 那左边陈君明选手的话呢，我跟他不同校，但是称他一声学长是 OK 的。是，对。然后呢，这位这个林美丽选手，那就是很资深了，大前辈了。他大前辈，对。那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呢，她的牌风非常的剽悍，对，很多的男生都是自愧不如。是。那老师有没有大概的统计？虽然是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啊，有没有发现？我们爱打桥牌的人，就是会不会是这种数理方面的逻辑思考比较强？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正职的工作也都是比较偏这个理工科。这倒没有。对，应该我这么说好了，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哎呀，那个你要很聪明才能打桥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啦。你只能说，其实大家都可以打。对，那打得好的人，当然他一定不笨，是。但是聪明的人不代表你桥牌一定打得很好，很多时候跟兴趣有关系的。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随着后天这样子参与，然后磨练，然后练习就是都可以，只要肯花时间跟练基本功，都还是有机会成为很好的桥牌选手。对，就是你要有效的方法。我们练习、检讨，然后呢回顾，强化自己的经验。是。好，我们看到这个主桌的第二排呢已经结束了，15王超打2凳，得到150分。好，你看双方又是一个 push 了，又是另一桌是对完全的一样，一模一样。对，所以我们来看双方前2副的厮杀都是5-5开，就是没输没赢的一个状况。没错。好，前2副其实就是也比较平易的，对，都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牌没有太大的局势可以出现。然后我们持续看第3副。第3副现在东家喊出了3红星，不过他们2个的红星张数有9张。9张呢其实是一个良好的配合。良好，而且昨天说过8张就是合格的。对，9张就等于是比合格再好一点，60分。70分，合格60分，合格是60分。对，9张大概有80分，有80分对，有80分。OK， 所以用量化来说有80分。对，那南北家这个黑桃比较特别，南北家这个黑桃虽然只有7张，但是因为这种7张它是高度集中在某一边，所以您这样想，这个6张对1张，对，它其实很多时候比5张对3张是，说不定还好，因为它6张合起来可以赢很多等，这样它号码很好。是，可是它的对面只有1张，对，北家就没有办法在北家去发挥支援。所以最后是由让南家的这个3黑桃合约来打。对，这个其实反映就是东西方呢，我不能说他这样就是保守，是，但是东西方绝对不是非常积极的。对，这种牌根据我的经验，肯定有人东西方会超过3黑桃以上。然后呢，有些南家就会继续叫4黑桃。是，他就去把价码提高了，对，不让你那么容易成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3黑桃，如果你单看这个2家的牌的话呢，3黑桃呢，东西方是可以击垮3黑桃，是，目前东西方也无法完成4红星，是，所以也就是说，东西方在这竞争的过程中，他让南北家打3黑桃，他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边就先等吧，我们来看看另一桌的进行。他这边就不抢攻以防守为主，然后目前看起来也是，这边喊出一样现在也是停留在，不对，他还差一个，对，东家做最后决定。我们看一下东家，汤建华选手，他有最后的这个 final call 的
机会。他有一定的几率会叫四红星，对，那就是真的是选手个性上，因为像刚才或者是他的选择。对，好，思考中。像这种抉择哈，有的时候哈，我打个有趣的比方，我是现在嗓子不能唱歌了，不然我唱一句，就是想甘心却不能甘心放手。哦，我这首是谁的歌曲？我有点忘了，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有这个。什么想甘心却不能甘心放手？哦，有了，他追了，你看他追加，他不甘心放手。对。可是这个南加其实呢，也有很高几率会叫四黑桃。对，因为他黑桃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看左边，他选择加倍。因为左边呢，你看南北加是没有身价的，所以也就是说，南加如果再去抢四黑桃，他如果不成功，其实损失没很大。但是自己一意孤行这么多次，其实也不对，那他选择加倍。是。他觉得击垮四红星的几率比自己叫四黑桃好很多。好很多。好，这一排就要产生输赢了。哇，这个是大的，因为有独被这个补刀之后的结果。他把敌方抬到了四红星。是。那你看以最佳攻防来看，看起来是要垮2凳。老师刚刚提到这个身价，我们跟如果是第一次看桥牌的朋友介绍一下身价这个东西，它的运作机制。好啊，身价呢，它是桥牌为了增加计分变化性的一种设计。它的身价是跟着牌号，比如说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就看右边这个画面。第一副呢是双方没有身价，所以各位看这下方1号，大家4边都是白色的。对。第二副呢就是南北有，南北有东西没有。对。那现在这个第3副是东西有，南北没有，它是轮流的。那到了第4副，我们预测一下，它其实就是2边都有。身价是跟着牌号，它全世界一致的。对。那么呢，有身价代表的就是，如果我喊到成局甚至更高的合约，我可以有更高的奖励分。如果完成，它算是一个 bonus 的一个。对 ，bonus 高，但是我风险高。我一旦垮掉，我赔的也多。我的负分多。OK，被对方加倍，损失也重。所以就是用身价这个让牌型上每一个局数的分差会不一样，增加它的波动啦。我们说上下的，而且它也会直接影响到我要不要行动的期望值。OK， 我举个例好了，我现在想叫成局。对，如果这是有身价，它代表的是我一旦成功，报酬是比较高。对，但是反过来，我被人家加倍，我风险也高。那如果这个是无身价，那就表示我的报酬跟风险都比较低。是，有的时候完全相同的牌，选手可能因为身价情况不同，就去做不同的决定。是，它会让这个选择再做一些变化，对，更有变化。那这把牌呢，基本上呢，南北方击垮庄家2凳是跌板定定，是，而且很有可能击垮3凳。哦，它这个双梦加显示倒2，它的前提是东西加猜对这张梅花借壳在哪里。是，我给观众和主持人做个预告。等一下打一打之后，一定会在打梅花上停很久。一定的因为猜猜看，是我们现在是上帝视角，我们已经是电脑帮我们运算过这个轮次的最佳结果，但是选手们因为只看得到孟家的牌他们还要去估另外3家的手牌。不过我补充一下，另外2家，现在因为形成了一个投入，所以南家被迫自己打黑桃或梅花，所以庄家他不需要猜测梅花了。我可能刚刚讲太快了，我没有注意到，其实东西方呢，它等于它其实没有其他的书章，而南家也没有出手章。出手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啦，可以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出手章。出手章就是说我不想吃亏，我打这张很安全，或者是如果有人会打麻将，这张是安全牌，绝对不会被唬。是，南家已经缺乏安全出手章。对，好，最后在这个时机点做 claim 了，那所以我们补充一下身价，您看它4红星倒2，因为是有身价，所以就200、500分。那我们看另一桌的东西方就做了正确的决定，他停在3红星，没有继续去抢，所以而且也击垮3黑桃，得到50分。所以50跟500，你看这个加起来是，而且这是加起来是550，是加起来550。对，这里桥牌有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常常的术语，这种叫双得，就是2桌你都2桌我方都得分。对，因为一副牌根据好坏，它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好牌方会得分。是，那于是2边都是同一队得分，大家比谁的多。但是像这种一副牌2边都给同一队得分，也就是他拿不同的牌他都能得分，
这种叫双得。是双得制造的分差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这个已经赢到了11分。所以目前这场较量哦，他们双方在第3副牌的时候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领先，对，好的，这个等到了这个老中青这一队呢，对，就是 BTU 老中青，以11分，这个打开序幕是，而且11分是一个大分，所以在第3副的时候，陈君明还有林志宏，还有以及他们这个另外一桌的理事长跟Leo都有精彩的表现。虽然一个比较冲，一个比较稳，但是完成了双得。是的。好，那就像老师说，我们现在看到像左边这个像键盘按钮一样的这个第4副牌，全部都是红框，代表这一回合所有人都是有身价的。对的，双边有身价。对。那身价在计分上，它只跟交到合约的一方有关啊，就是说这副牌因为是东家交到3NT，就是至少等一下计分的时候，跟南北方是完全就无关了。对，那庄家这把3NT如果能完成，他会得到600分。那如果这一排东西方是白色的，完成3NT就只能得到400分。哦，那差200分，差也差了1/3呢。对，好，目前看起来我们的双梦家分析是可以完成这一份合约的，还可以多赚1等。因为东西方的力量是属于非常的充足。对，这一把其实另一桌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合约，我们来看看好，他们应该是正在叫牌或甚至打牌。哦，开打了，一样也是对，也是3NT3无王的一个合约，差不多哦。我们发现今天的牌型，两桌的选手在合约上差不多，对，只是他叫牌可能不太一样。嗯，这一桌呢，他是东家直接开喊2NT，然后西家加到3NT。是。这个结构不太一样，但最后条条大路通两个是一样一样的，是。他们都是东家开喊2NT，西家开喊3NT。是。像大家已经可能脱离学校的乔艺社之后，各进入到自己的家庭跟事业，通常还有一起打牌的机会，除了像我们这样超级大专杯，平常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气在这个圈子里？所以这个就讲到个令人伤心的问题。我看过非常多优秀的选手，他开始工作也去当兵，然后的结婚有小孩之后，他就会慢慢淡出，了。对，因为一个职业化的选手，他可以全力投入在这件事情上。是，但是业余选手的话呢，他不是桥牌这项运动，他是要跟自己平常的生活去做拉锯。那桥牌这个运动，实话说，他不用花很多钱。对，我们除非是说你说出国比赛，对，出国比赛啦。你如果说是在自己他没有什么器材的问题，对，他其实不用花很多钱，参加比赛报名费也不是很贵，是他最花的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对，而且还有啊，业余选手我们的比赛通常办在假日，假日正是你要陪家庭的时候，是。所以这时候，除非你的伴侣也是这个。高度支持，或者是他高度是说他高度支持，或者他也是桥牌爱好者，对。但是这很现实啦，如果他不是桥牌爱好者，他很难高度支持。是的，他无法理解，你干嘛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所以我们昨天看到那个 BTU Curious 那个好奇选手，对，好奇选手那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他是夫妻又是同样的爱好者，对，先生又高度支持，是。所以这真是我们桥牌界的美式一桩神雕侠侣。对，是的。好，这个合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哈。现在东西家已经拿下了9等了，已经完成合约了，而且他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对，这没什么。那我们看看另一桌的结果。另一桌进行的目前也节奏慢一点，对，节奏慢一点，但也差不多。现在。东西家3等在手，我们的合约成立是数字加上6等，3加6 9等就可以完成合约。当然，你如果多拿等数呢，你在积分上就可以再多赚。这边可以介绍一些桥牌小知识啊，也许有些观众不清楚啊，就是像我们说这个3NT，那个3呢。我们就把它称作叫价，
叫价，或者我们说位阶啦，位阶，对。然后呢，后面那个是王牌。王牌。好，那像昨天我有听到主持人在介绍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开始他有一些习惯的叫法，是我们这么说好了哈。如果把数字放在王牌前面念，比如说我们说4红星，这个一般通常是在讲合约。是，如果你想要讲那张牌，对，要反过来讲红星4。红星4，所以合约跟牌桌上的称法又会有一些对，有一些细节的不同，是。对。就像如果说你是用英文的话 ，three heart 跟 heart 跟这个 heart 7，对，这两个讲是不一样。three heart 讲的是合约。是。好，这边 claim 的最后9吨被接收，哇，大分哦，加600，但是没什么输赢。对，它就是一桌刚好完成，一桌呢超打一顿，对，所以只产生30分的分差。是，此消彼长就是EMP 而已。对，但没有很多啦。对，但无论如何也是辅仁真追回 EMP 的一个开局啦，还有前面都是两先破蛋了。对，先破蛋，前面2个 push， 所以就都没有分数的进账。好，现在我们进入到第5副。第5副来，持续看。这是大家都刚进入第5副。哦，他们的这个步骤统一了。对，是的。好，我们先切回主桌。好，这一副牌呢，北家有15点，南家有10个点，所以南北合起25，东西15。那么这边也跟主持人介绍一下，24跟25，它大约就是我们在统计上，可以叫到成局的一个力量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你持了25点，你应该叫到成局；如果你25点没有叫到成局，通常代表你在叫牌上是失误的。是。那这一把牌呢，15对10点，对这2桌选手的水准来讲，应该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到南北方有3张对5张，有8张红心配合，所以这2桌原则上多半都是叫到4红心。微小的可能也许是3、5王，这牌不可能有这2个以外的结果。现在南家3 NT， 然后呢给比家做选择。那在这里有个特别地方，也跟主持人介绍一下。你看哦，南家叫2方块，其实它是有5张红心的意思，只是呢它没有alert的。对，它这2方块称作转换叫，其实是代表它有5张红心。这就是为什么北家只拿3张红心却敢一直叫。如果不是很懂这个人为特约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好，合约确实是像杨老师说的，以4红心来成立。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再看看还能不能看到他叫牌。他们已经叫完了。对，也是一样的结果。你看，完全一样的结果。这表示他们在这副牌使用的是相同的叫牌语言。对，就是北家看 ENT， 南家以2方块转换表达红心，然后南家3 NT 给同伴选择，北家选择红心。所以我们这2桌8位选手看出来大家的思考方式跟他在这里的制度工具是一样的，都很像。其实讲到这个制度工具大概有一个现象啊，因为这个是超级大专杯，选手的年龄跨度比较大。是，其实制度工具它是不断的在发展，那越新的制度呢，它就会出现越多类似精细的设计，或者不同的思维。一般平均而言，比较资深长者的选手，除非他是职业选手，会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钻研。对，否则的话，它的制度工具通常是偏比较简单的传统型的制度工具，比较简单，比较传统。对。那些比较新颖的制度、比较特殊设计的，就比较常被那些年轻的选手所爱好，或者是说他比较愿意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它。那这样子，比如说我是一个 single player， 然后我要找我的 partner， 就要先从我们是喜好相制度的这个选手池里面先去找，这样当然是最好。你的搭档一开始的磨合成本低，对，但是有一定水准的选手，其实他对制度是有弹性的。就是制度有很多种，我都可以，对，我都可以，或者是说，不然我们就沟通，取得一个协调。就是说，制度它并不是一个
完全不能改的套装，对，套装工具，是，它是可以在里面做改变的，就不是说啊，我是跳芭蕾的，我就不能去跳霹雳舞这样子，就是说我可以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是，就像你买了一台车，你可以改车嘛，还是有一定调整空间的，对的。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电脑，目前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双梦家分析告诉我们，现在按照牌型这样持续打下去，最后这个4红星的合约是可以成立的。当然，这是我们以上帝视角来看哦，现在西家的选手，因为他要去估算牌面上的情况，所以他的这个垫牌刚刚思考了比较久，最后选择了垫梅花3的小张。这一排双梦家看起来虽然是会成约，但是他实际上他是有犯错的可能性，对的，他不是像我们昨天常讲说，是这牌没什么失误空间，是可以完美的运作完。对，像这一排呢，当然想法很简单的人呢，其实这把很简单，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黑桃，庄梦家有 AKQ 黑桃，他这3个黑桃打下去之后，刚好把东家的 Jack 给打掉，这个10号就大了，所以这样可以轻松完成合约。但是如果庄家他错过了黑桃这么简单的一个银盾，因为也没有人知道会是这样，是他如果说一直在方块上面去想办法，他有一定的几率在方块上会多丢一盾，是因为我们看东西家有方块 K 跟 Q， 那庄梦家有这么多方块，其实呢，他是有没有按错？我觉得他应该按错了啦。如果没有按错是很奇怪的，他不可能在梅花的时候不王吃去抛一个方块。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型操作，是我们在这个4位牌手的旁边有一位记录员，镜头没有带到他，但是他是随时在旁边做这个 BBO 这一套系统的更新。好，他现在完成合约了。对，那刚好我们就借了这个机会，刚好这个第5副牌我们的框框哦有 bonus， 刚好是南北家，然后如果以在合约的情况下完成之后。我刚刚看错一个地方了，是可能我们一边在讲话，他其实不是按错了，他已经到了下一蹬了，他让送一蹬方块之后，采取一个几排的打法，好，那最后顺利完成。对，完成，哇，所以 bonus 加上去有620。另一桌还没出来，我们看看另一桌的结果哈。另一桌还在打，还在打。他就是如果还没打完，他在计分纸上不会出现，是，但是这里。他会告诉你另一桌的结果，在左上角。这一桌选手的手牌还蛮多的哦，代表他们这一副也才刚开始打不久而已。大家手上的13张牌数量都还有蛮多的，所以要等牌数跑一下。好了，那东家这张打出来大局敌定了，因为他自己把这个黑桃打出去之后，北家已经便宜的吃到这个10号，这样他就有轻松的10蹬了。所以在出牌顺序就更简单了。对，他就简单了。这时候就是呈现没有失误空间了。是，好，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讲的，因为选手没有看到牌。他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某个行动，其实可能会吃亏或受伤，但我们看得出来。对，就几个关键的 move 了。他一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这个牌的走势就大局已定了。对，好，那我们来回到主桌，已经进入到第6副牌了。这里可以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图工具。西家开喊1黑桃，就是很多黑桃这很正常。北家教2方块有很多方块也能理解，对。但是东家的3方块应该就会比较不让你理解了。是，为什么他只有1张方块还叫3方块？他这3方块代表的是他至少有3、4张黑桃配合同伴。而且呢，他告诉同伴，我的牌比教2黑桃更好。然后呢，他反映的是同伴，你如果牌好，你可以考虑教4黑桃。是，继续加哈。所以我们看到东家喊出了这个3方块。
旁边是个 alert 的一个红框对的，他只是可能来不及解释上去，但是转播员他有看到那个 alert。对，这个是我们昨天在跟老师坐在教牌的那个他们这个 bidding card， 对，会有一张 alert 的一张手蓝色牌，的 alert，对，你就跟着你这个一起出过去，旁边的计分员就会知道你这个有状况，会帮你标示，让网络上收看的人知道说你这个教牌红框的用意。但他有时候有些会有解释，有些不会有解释，对不对？对，你桌上是人家问一定要解释，对。但是因为那个转播员、播报员，他跟牌桌有一定距离，对。他如果看不到，因为他现在比赛规定说你不能出声，他的解释都用笔写，那如果转播员看不到，对，他可能就没办法，他就框一下，至少提醒你这有alert。像昨天我们转播这个台大智慧的场次然后张忠谋先生他的alert就会有什么 good 对 13 to 16这样子，他就会写给你这样子。好，果然我们看西家继续叫4黑桃，所以这一把牌是属于桥牌中呢比较特殊有趣的一种形态，就是双方都尝试叫成局。对，你看都想抢这个合约，所以这种牌通常就是呢，两边呢一定不会是平平无奇的牌，是大家用牌型弥补了牌力的不足，因为牌力一副牌就40点，对，不会多，但是可能以均衡量来讲都是两边都是有发挥空间的，所以想要去抢这个合约，他就有一些牌型当做后盾。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6副是有发挥空间的，但最后是4黑桃西家当庄来成立。他这个选择做得不错，实际上东西方可以很简单完成这个4黑桃，而且这就属于没有失误空间。防御方他只能吃王牌 AK， 那你看我都解释没解释，打完2张就很了，对。但我们看另一桌。所以刚刚这个是没有失误空间的前提是他叫到，是，但你不一定叫到，对，所以他是可能有输赢的。我们来看看，叫牌确实打到后面真的是合约桥牌的很精髓的一个环节。对，你看我们来看这副牌嘛哈，现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看，西家呢有几点 ，A K Q J 10点，他15点，东家只有7点，15加7只有22，对，距离我刚刚说。一般统计说要成局的25点，其实有3点是的差距，但是他这么轻易就完成4黑桃，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牌型当后盾。我们来看，他们的黑桃是10张，刚刚说8张合格，对，9张80分，10张呢是95分了，对，所以他一定要拿下这个黑桃的。对，然后你看呢，他东家有一个单张，西家有一个单张，这样子他整体牌型发挥的力量。它是高人计点制没有计算的，是，但它实际上发挥高人计点制可能有8、9点的价值。我们说这种单张的局数，如果是桥牌新手一开始拿到，可能就很苦恼，说我只有这个花色一张，我可能很容易被电啊，或者需要电牌怎么样？但老师怎么看这个牌型里面有单张的应用？牌型有单张呢，就是代表如果我打我的王牌。敌方在这门最多吃1张了，他吃第2张我就王吃啊，对，所以它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一开始制度的新手，他常常会低估这个单张的牌型的价值。对，他会希望4个花色最好都比较均衡一点，他都有发挥空间。新手最希望我什么都可以，然后同伴叫了我不用叫。对，而且牌型牌容易产生输赢，它也容易难以处理。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很多牌。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南北方只能看东西方表演。您如果再回想一下，通常我们讲出这种的时候，都是因为那个防御方他的牌很平均，所以他就会没有发挥空间。有牌型的牌呢，就大家都有些发挥空间。是，所以第6副就是好，最后也以4黑桃成立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2队其实水准都很高。但是不过因为几乎都做的决策都一样，你看力量不足，但是都能叫到4黑桃。对，这个就垃圾时间了，这不会当的了。我们来看另一桌主桌。好，主桌已经来到第7副了。我们一圈是打14副所以现在差不多已经进行到一半了。现在的分差是因为 BTU 老中青靠着我们刚才这个第3副的11分 IMP 现在是取得10分的领先，但10分 IMP 其实也就是1局就可以回来的事情，所以也不能说领先很多。我们来看这副牌，西家是 AKQJ 13点，东家是9点，
13+9是22。刚刚我们看到上一局也是22，但是上一局可以完成4黑桃，这局他们停下来就不行了。就是你看牌型其实差异就很大。刚刚那个东家有一个单张，你看这个东家，他每门都3、4张，是对，所以他就没有牌型的价值。西家稍微有。最后以3红心成约。目前看起来这2桌西家抢下合约的频率蛮高的耶。我们可以看我们统计嘛，右边看嘛。目前打了6副牌在这一桌。对。东家当庄1、2，然后西家当庄2副。2副，各2副。南北各1。各1。那另一桌是东家2副，西家3副。所以的确目前当庄家比较多是东西方。是对东西方好像在抢合约这个方面比较积极一点，或者是说他的牌本身就比较容易当到庄家。是。这是我们的第2届超级大专杯校友跟跨校组的决赛哦，我们有8支队伍在竞争，然后在学组呢是有4队，在昨天也都有陆续转播到，当然没有办法这个所有的队伍哦都进入到这个有主桌拍摄的情况。但是选手们有时候在场外的一些精彩表现啊，其实大家后续也都可以去中华民国侨艺协会关注上面的一些资讯。好，我们趁空档，我们就切到另一桌，目前也正在第7副。他们第7副目前进入的是叫牌的阶段。好，东西家一样哈，都是叫出红心。这副牌哦，西家跟北家都有一些抉择的空间。首先是西家为什么停下来？我们扣除那种如果只是传播的延迟啦哈，如果正常的在想的话，西家比较积极的巧手可能是会往上叫。好，那西家不叫之后，很多巧手拿北家的牌。他也不叫的，因为他牌也没有太特别。是，但是你看，我们来看另一桌，刚刚另一桌的过程，这个北家洪以安，他有最后叫一个黑桃。对，这个洪以安选手，他也是属于叫牌比较积极的。是。有些队伍哈，我们最少的队伍是4人就可以成立。这样当然你就没有任何的更换对手，就是4位选手刚好分在2桌。但有一些队伍人数比较多的话，是可以报到6位队伍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替换。对，桥牌的一个团体赛呢，它就是4到6人一队。是。像这次的校友跟跨校组的决赛啊，我们就有5支队伍是有报到6位的，然后3支队伍是只有4位选手出赛。像这种2天的比赛，其实4位选手打满不是说负担太重，是还 OK 啦。但如果是你说一个比较长的国际比赛，甚至要5、6天、7、8天，对，你只有4位的话，其实是蛮辛苦的。是。当然，我们今天其实现场也是有蛮多高龄的牌手的哈，大家这样2天出来动脑啊，然后打牌，也是蛮不错的。对，其实蛮不错的，而且顺便见见老朋友们。对。好，我们来看刚刚的结果出来了，3红心就正常完成。那我们看另一桌，另一桌是还在进行，看起来是照理是问题不大了。对，好，目前打到第7副哦，其实前面的6副牌2桌一共打了4副都是 push， 就是5-5开，不输不赢的状况。所以实际上有产生分数的，也就是在关键的第3跟第4副而已。好，现在孟加分析告诉我们，
这个合约有超额完成的机会。所以可能有大分数进账，而且没有大分数进账，没有大分数进账，因为他只是多吃而已。他就是我们这边说明一下，是，因为他两边都只有叫2红心、3红心，对，他都没有成局，所以说呢，就算你多吃一些，它只会产生类似第4排这种小分差。哦，是，你要大分数出现，必须是，比如说一方交到成局，另一方没有，或者是说你被对方两边得分，是，所以两边都成局就是。大家都拿抵消之后，其实也就差不多那样子。对，就是说，但是这把福大应该是会赢的，他会赢个小分数了，因为他显然吃的比较多。是，他现在有2盾的优势。你看他7盾嘛，他现在吃了7盾，他至少在王牌 KQ 就9盾，再加方块 K 跟 Q 一定能至少吃1盾，所以也就是他至少能够吃10盾。那另一桌只吃9盾，所以也就是福大在这一排至少会赢30分。是。那30分，我们再加上有这个有 bonus 的情况下，也不会帮助太多。对，他没有成局的 bonus。OK， 我们说叫到成局才会有 bonus。那在这边的话，就等于我们随时 review 复习一下，黑桃红心要交到成局，至少要交到4；方块梅花要交到5，吴王要3。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看到他明明敌方都没有叫牌，对，他为什么还在一直往上叫？他就是尝试要叫到成局。对，那这一排呢，就是部分合约。他们对，就是部分合约，对，就是 partial。好，我们回另一组好了，这个等一下他会直接跳出结果。这一排就是有一些竞争，最后是由南家叫到4红心。好，我们看到这个洪以安跟林美丽2位选手很积极的叫上这个只有15对6点的4红心，力量是不足。那目前东西方已经吃掉3盾，东家的王牌 K 等在这个孟家王牌 A 的后面，一定会再吃1盾，所以目前南北方这个4红心是无法完成的。但是大概就是这样了，这盘的结果应该就是4红心不足1盾，不足1盾。然后呢，由东西方得到50分，是小小的击溃50分这样。但是他就可能有输赢了，因为另一桌如果没有叫到4红心，他们的对手呢，其实就会呢停下来，就可以双得到一个100多分，是50分。好，我们来看，刚好切到另一桌，时机点，看看他能不能叫到。这画面有的时候会卡住，我们就来回切换一下就好。好，西家1黑桃，北家赌背之后，东家再追一个2黑桃。南北家的牌型，梅花感觉更强势一点哦，比红心吗？梅花比较稍微品质好很多，但是南北方要选择成局的话，都会选红心，因为红心只要4。OK， 他只需要交加4就能够达到成局，也就是他目标只要10盾。对，梅花的话，你要成局要11盾。所以说如果选成局，通常会选比较容易的，是会选择红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南家，他并不知道北家真的一定有4张红心，所以目前南家这个2门，它的品质差异是天南地北。是，他选择叫梅花哈，因为它的梅花远比红心好，它又多又好，是，所以这一把牌呢，有极大的可能，其实也许南北方也会停在3梅花。北家现在有点尴尬了，他15点是不少，但也没有真的非常多。
好啊，最后是以南家的三梅花成立喽，由理事长申乃木先生拿下了当庄的条件哦。其实这一排的攻防倒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南北家三梅花绝对不可能失败的。对，我们简单看，南北家这么好的王牌6阵打下去6，红心 A7，是红心很容易就会至少再产生1、2阵，然后方块 KQ 至少能吃1阵，所以南北家呢完成三梅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刚才其实关键的这个转折哈，喊出梅花之后拿下这个，就为了第8副牌已经取得了蛮好的一个开始了。好，所以这一副牌呢，应该是这个理事长这队老中青他可以再赢到个100多分，大约折合5分吧。哦 ，OK， 那这样子 BTU 老中青可以继续再把他们的 IMP 往上提升哦，有机会。今天比赛从上午的10点，我们先打 Round 5，然后在大会这边表定11点45分会让选手进行一个用餐，然后在下午的1点跟3点分别进行最后的 Round 6跟 Round 7。打完之后呢，就会确定今年我们第2届超级大专杯全国侨谊大赛校友跟跨校组决赛，以及我们的在校组，最后是由哪一支队伍成为这个大专杯的桥牌之王。好，我们看到主桌刚刚节奏很快的打完了第9排，右下角这个历史画面，南北方呢，他们叫它4黑桃，4黑桃是完全一无问题啊，黑桃至少就吃6凳，加上呢梅花至少有4凳，所以基本上10凳就没问题，再加红心 KQ 吃1凳，所以他得到了4黑桃加1 11凳的结果，是一个很简单正常的结果。是。我们先，好，我们继续留在主桌看好了啊。东家呢14点开校 ENT， 西家这个2梅花史蒂曼就是刚刚都很多次看到的，对，询问同伴有没有高花，你这边也可以跟双回复两边都给都有意思，对，都有特别的，所以你看嘛，东家其实也并没有很多方块啊，甚至有2张，所以它这个是有特殊意义。西家跟东家的黑桃加起来8张点力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理想，但是他们还是在黑桃上面着重发力。他们的力量呢，应该说不是爆量，但是他们到达程序的标准。我们看东家14，然后西家呢11，加加25就刚好是属于那个程序的基本位阶。有这对。这副牌呢，它其实在双梦家的前提下，它双梦家，我相信你信不信？它双梦家一定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它实际不一定。对，因为它要完成的方法不是那么容易看到。它抽牌数学不能有任何的失误看到。对，好，我们就把双梦家开着，我们来看看。它其实这个我们给那个荧幕前的小友也稍微讲一下。荧幕前的小友，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一排其实要完成，那就是双头梅花，因为梅花 Q10都在北边。那我们只要从西家打2次梅花，我们这样看到，第一次打梅花 Jack， 北家一定要盖 Q 或 A 吃，我第2次再从北西家再打梅花9，北家再盖10，东家再 K 吃，8号就打了。但如果不是这样打，梅花就要掉一个。是，所以我们看这一副的关键在于梅花。对，这副关键在于梅花，因为方块必然要掉2个
DK 嘛，那庄家只有2张方块，其实方块也不会多掉。那王牌至少要掉1个，所以关键就在梅花要不要掉。所以看我们洪以安选手率先打出了红心10之后，林志宏选手思考了蛮久的，因为已经到后期关键了。现在 BTU 他们也要把握机会，把现在的领先优势再想办法扩大一点，所以我们看思考了比较久啊。你看这个第8副刚刚结果出来了，另一边的3梅花就是很正常完成，所以110跟50、160产生了4个 IMP 的差距。这副牌的主打是西家，陈君明教授。对，陈君明教授是我们密码学的权威，台大兼任教授。那他在桥牌上，他很早年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当青年代表队、青年国手。是，哇，密码学可不好听起来感觉跟桥牌的连接性好像也蛮强的，对，跟骇客也有连接，骇客也有连接。我之前常常看他分享一下他的动态啊，好像是参加什么骇客年会骇客年会，哇，厉害！他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他对那个什么加密货币啊、资工这方面都区块链那些，其实他都是专家。没错。还有一点，他跟我们张忠谋董事长是私交非常好。我们张忠谋董事长退休之后，桥牌其实是他很大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对，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打了。对的，只是他后来因为工作忙嘛。对。那他现在呢，就是平均差不多每周都固定会在我们台北的乔义基金会那边做练习。每周几次呢？平均大概1次啦。一周一次。对，1周1次，大概是这样。是。那这个陈君明教授啊，其实就是常常会协助他找一些伙伴来一起排序这样子。好，这个红星打了很久之后，终于各自出牌了。我跟你做个预测啦，陈教授这牌打妹可是没有问题。他第一蹬，那也可以敲友讲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认为。陈教授第一蹬想很久，他应该是在想红星要用哪一边吃。他现在选择用孟家的红星 Q 吃进，他保留了手上2座红星巧影。他等一下可以用2座红星巧影去打梅花，因为他要双偷梅花前提就是要2座巧影。他现在正常应该是要打梅花。好，先打梅花的大张。好，这一轮梅花也要被打完了。好，这边 claim。他当掉是因为我刚刚看错了一个，他王牌打错了。他王牌打错了。对，我刚没有注意到王牌打错。我们重新看一下历史好了。他刚刚怎么打的？我们看右下角就是说陈教授打对梅花，这个是如我预期的，没有问题。对。他刚刚王牌选择错了。我们看他黑桃 A， 我刚刚 miss 掉这个，我是不是 miss 掉这里？他打黑桃的时候下去，他出了 Q 配给北家 K4，这边被4。如果他把黑桃掰小，把北家的黑桃 K 掰倒，他是会成约的。但是他梅花打对了，他如果梅花打错的话是要跨2蹬的，所以最后是小垮1蹬。对，但是这个结果基本上他并不奇怪。对，因为这把牌打档是蛮容易的。对，他必须要打对黑桃跟梅花2个地方。是，我们来看看另一桌好了，有没有办法打成。
今天在政治大学的四维堂。也是时而安静，时而热闹哈。有时候大家打牌是很专注的时候，忽然很安静，然后有些桌提前结束之后，大家也会彼此交流一下。是的，是的，对对对。我们看到这副牌哦，这一桌跟另一桌在叫牌选择上就不一样。我们来看对照右下角这个历史画面哦，另一桌，这个陈居明跟林志宏呢，他是由东家开喊 ENT， 但是在这一桌呢，东家开喊的是一梅花。这两个叫牌不同是他们制度运用的差异，所以直接使得呢，他们选择合约不一样。那这里呢，这一桌的东西方，他就停在了两黑桃。是。那两黑桃当然毫无疑问非常安全。对，就是走一个部分合约。对，刚刚这个陈教授他呢四黑桃打对了，垮一凳，就算他打错，垮两凳也是有8凳。那这边的东西方停在2黑桃，那当然一定完成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说这一副牌呢，就会产生一个双得的结果。是，但都会是小分嘛，对不对？中度的。中度哦。因为呢，这一边的东西方他可以得到110，然后呢，另一桌的陈教授他们倒1，负100，对，加起来是210，210就可以有一个中度的分数。OK， 如果是1到3、4分的话，大概一般1到3分我们会认为是个小输赢。那有个5、6分到7分，大概就是一个部分合约的输赢。这牌是不会当的啦。对，因为但它很好成立，很安全很安全。它25点一个成局力量停在部分合约，对，其实是很安全。是。好，那我们现在看另一桌进行什么好了。好，才打第一张，我们还来得及看一下。对，北加 AKQJ 14点，南加呢5个点，14对5，也就是19点，19点少一点，稍微，但是它属于是双方盖的差不多啦。那因此交到一个 ENT 也不算奇怪，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对，那因为东西方也没有明显的8张王牌配合，也就是东家可能东西方对于这个南北方交到了 ENT， 它其实也呈现一个无力争抢的状态。是，所以说就是目前这个合约结果是正常的。我们看看叫牌。我们东西加在这个情况，黑桃不会是一个好的着力点吗？可能西家有5张黑桃，但是它牌型比较平均，力量又不是超级多，东家又偏少这样子。对，所以说它可能它就是属于一个无法出声。是。所以东西家这一局选择当防守方啊。桥牌叫牌有的时候它难就是难在一个盲点，有的时候我有牌型你有力量，我有力量你有牌型，凑不在。问题是没偷到叫牌凑不出来，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被人家给抢走。是。但是南北方呢，因为只有14对5，力量等于还不到1/2，但是 ENT 的成约目标是要7等，你力量比别人少，然后呢你要吃的比别人多，当然就比较吃力一点。所以我们看双方家分析都是会当。你看最糟糕的结果甚至会当到4个，哇！但是当然不可能打那个啦，那是一个最糟的处理法。对。一般看起来是当1到2个，1到2个。所以如果当1到2个这样子，对于东西方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防守了。应该只能是基本的，基本的是可以。你力量比人家多，你多吃个1顿没什么了不起。OK， 就是一个基本的消耗这样子。但是要是你击不垮他，那你就很大的，你就失败了。现在可以看到啊，东西方目前呢吃到3凳，那么呢，因为他现在东家这个红心 K 是会吃到，但是他这个界面的设计是你要4张都出完才会统计下去。对，所以等一下北家牌出了之后，这个 K 就是第4凳，是，那还有方块 AK，所以说就会有7凳，7凳就是刚好击垮1凳，还不止，还有这个红心借壳，所以目前应该是红心 K 第4凳，红心借壳。对了，4、5
AK 6-7啦，这样刚好7刚等。好7等，好，等一下应该结果就出来。对，我们先跳回另一桌，然后只要把记录摆在另一桌，等一下一出现马上就看到。好，果然我们这个主桌2黑桃刚好成约，所以产生了5个 INP 的。我们看刚刚这个另一桌的第11排，结果跳出来了，就是倒一。倒一，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好，讲到这里哈，我们来看这一副牌呢，就是刚刚右边另一桌第11副进行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桌的结果是怎么样。那闲聊一个问题啊，你常常听我们在算点，主持人你因为以前没打桥牌，我们顺便聊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其实好像看那些会打的人他算点很快？比如说我对考你一下好了，你看这个东家他几点？我看你几秒算得出来？我可能要算很久哦，因为我要先确认，这个是什么？4321 ，A 是4 ，K 是3 ，Q 是2，J 是1。你觉得东家市场是几点？4321哈。我真的要算很久。算了，老师你直接讲好了。没关系，其实每个人算点，它只是个算数啦。对，当然，那你说那加起来要时间。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技巧。像我个人是这样，是因为4321加起来是10，只要大牌比较多我就去凑。像这一排很简单，它就有4321加一个1，它就是11。就很快这样。对，就很快。所以你常常看那个大牌很多的，我其实就是眼睛去找4321。那因为如果说牌看久之后呢，我会的组合，我记得熟悉组合就不止4321嘛。是，比如说432就是9嘛，所以我要看到一组 AKQ， 我就知道它是9点嘛，这样去加。但是这个也不好意思说一下，这在精神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失误，对，会算错，不小心就算错的。是，所以真的还是要这个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打的，打久了就成一个惯性跟自然而然的一个直觉反应。对，就所谓的基本动作。对，那当然你要有好的精神状态，不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的时候，你可能脑袋会一下打结，对，点力会算错。没错，因为这是一个思考的。比较好笑的是，有的时候还有牌型会看错，我把方块插到红心去，是，都难免啦，毕竟这个。但是对高阶的比赛里面，这种就是比较不容许犯的失误，是比较低级的失误，就所谓的套一个网球用语是非受迫性失误。对。好，我们看到这个叫牌殊途同归，叫了一阵子，但是最终仍然一样由北家叫到 ENT。好，然后南家手工，东家手工黑桃。那一般来讲，这个合约不是很容易完成哦。北家应该也是掉一凳的一个状况哈，最理想的状况了。可是这里它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哦，趁现在看，我们看另一桌是怎么当的。另一桌应该这11排，它关键在第一凳，他现在让过去之后，北家吃到1凳，红心 A 2凳。梅花打3个之后，第4个梅花会大，所以南北方顺利是有6凳。但是庄家如果从孟家打一个黑桃过去，这个黑桃 Q 可以成为第7凳。那为什么另一桌还是会当掉？因为在你吃到7凳之前，敌方可能比你快。所以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有足够的赢凳，问题是要比谁快。没错，刚才双梦家秀出来哈，观众朋友看到左下角有一个这个绿区等于，这个就是可以完成合约，然后另外一边有一个红色的1就是他可能会掉1凳。所以现在呢，庄家是比较快了。对，因为呢，南家打来黑桃，这个 Q 成为第7凳，而房家无法抢先得到7凳，房家只能够目前2凳，加黑桃 A 3凳，方块 AKQ 只有6凳，所以房家没有快，比较不快。那为什么另一桌可以当掉呢？我们来看看另一桌的攻法。另一桌呢，完全不一样。另一桌是手工红心，我们把它拉大一点好了。另一桌是手工红心，
他没有去打那个致命的黑桃，所以此时呢，红心把 A 顶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画面，此时变成房家比较快了，因为房家可以再吃红心 K Jack 黑桃 A 方块 AKQ， 所以这一把防御在手工就决定了成败。对，出牌的顺序不同就会造成你是能够完成还是会当掉细微的状况。当然，我们是透过有这个双梦家的计算跟上帝视角来看，那选手们当然他们有他们在场下的判断跟思维，但也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对，我们看另一桌的教牌，因为另一桌的教牌它是北加 ENT， 直接就震慑全场。他没有更多的资讯，敌方没有更多资讯，所以东家就选择从他的红心方块都是4张，他就挑了一门弓。对，但是这桌不一样了，这一桌呢，因为北家开喊1方块，是西家叫过一个1黑桃，那东家选择手工，他同伴叫过的牌组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正因为这个微小的差异，就使得这个资讯量就不一样了。对，但就南北方反而因此就成约了。对，所以你看，真的是合约这一块在这个进阶的桥牌里面真的是占太大的比重了。教牌，对，教牌大家都在里面不断的像侦探一样收集各种资讯，对啊，然后拼凑没有教，拼凑出你最后能够获胜成约，或者是能够击垮合约的这一条件。是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把牌，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啦，但是你要是光看台面上的结果，刚刚那一桌就是西家这个1黑桃，使得诱使了同伴手工黑桃，然后结果反而造成这个合约就被做成了。但是以教牌来讲，西家叫这个1黑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刚这个过程嘛，北家开喊1方块，东家 pass， 南家 pass， 我们看一下，西家开喊1方块，东家 pass， 南家 pass， 西家要是再 pass， 就要被1方块抢走合约了。在这个桥牌的教牌中，位阶太低，让敌方把合约抢走也不是好事情，你防不当他，所以西家叫弯10倍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它造成了后来攻防的差异。好，紧接着第12副牌也是达到尾声了。哇，这一副各种花色都出现过，大家都是从最小的花色喊到黑桃啊。如果再喊出一个无王的话，就所有花色都喊过一次了，也是比较罕见的花色喊法，也是会有。对，但应该是我们这2天转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这里来可以介绍一点教牌的工具了。是。它这个东家这个 double 呢，它应该是有 alert。对。那什么叫 no agreement？No agreement 就是没有共识。它很可能，我猜啦，我没有看到现场。对。它最可能就是说，可能也许有人问，那个就我不很确定。对。不很确定，有时候就回答一个 no agreement。但我想了，我估计再加上我看到牌，西家答叫1红心。东家这个赌背呢，它在教牌制度上特约上应该称为 support double， 它指的是它有同伴红心牌组的3张，刚好3张哦，是 exactly 3张，对，不多不少，刚好3张，对。然后南家 redouble 呢，就是告诉同伴我牌力是不少的，所以写了一个 strong 我觉得他不知道是写错还是干嘛，我觉得他也不像，他因为12点，他可能觉得自己牌不错啦，因为他盖叫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点，他可以更少就叫，可能也许是这个意思。好，那最终呢，你看就是由西家东西方呢打到2红心，那这个2红心，来这个王牌7张，它就是属于一个不及格的王牌。我的不及格只是指王牌张数上啦，不代表他教牌一定不及格啦。好，只是说王牌上不理想，不要讲不及格好了。对，它是不理想的王牌。东西家最后在7张红心的状况下，订定了这个2红心的合约。因为你看很简单，可以看到嘛，东西方的梅花是比红心好的。梅花有8张，但是红心却只有7张。是，所以在这种时候，等于是你有更理想的王牌，但是你没有选到，你选到了一个不理想的王牌。是。我们这样可以说是南北家透过刚才这个教品的影响，去牵动了原本他们的想法吗？
一部分是，一部分是，另一部分呢，其实我估计啊，我看他这个解释应该是东西方在这里约定不清楚，他们从这个 double 的时候就 no agreement， 所以西家选梅花的时候，东家可能或许现在不很确定。好，那最后，但是当然北家抢了2方块之后，东家就决定再去争抢一下。是，因为啦，这有个原因，你看东西方是无身价，记不记得我们刚谈过，无身价的时候风险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不愿意让敌方再去打这个便宜的2方块，所以你也不能够说他不对，因为他想要打到梅花，我们来看，他要喊到3，对，那他算了，我少一张，我可能少一张王牌，对，但是我压第一个线位，是，可能还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都是教牌式的一种选择。但是另一桌的结果倒是出来了，另一桌的结果呢是这把牌是由东家主打 ENT， 然后呢不足一凳。我们来看右下角这个历史画面，它应该是这副牌，它就是东家开喊 ENT， 然后直接就结束了，跟这个很不一样。对，刚才我但是你看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你看这个11牌右下角这11牌跟12牌，我们发现一个相同的现象，都是 ENT 一开马上震慑全场。那另一桌呢都不是这样。好，另一桌其实都会经过一些讨价还价。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反映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吴王开轿是很有威力的。对，因为他是4个花色，他比4个花色都高。对，所以说当他一开之后，别人要跟他竞争都得加价。对，所以 ENT 常常就会直接大家就震慑全场，就接受这个对，就是条件。敌方可能因为牌不够好，或者是说他没有合适的教牌，常常就 ENT 震慑全场。好，4梅花这里记得吗？点一下梅花4，梅花4，抱歉，梅花4，梅花4，但是不习惯。对，梅花4。我讲个聊些有趣的东西好了。像我们在教，我前几天为什么嗓子那么糟糕，就是因为我去教营队。对，那么营队很多刚学的小朋友，我这样问你哈，你看南家这张，我现在游标指的这张，对，你怎么称呼它？4方块。你又忘了，打上去叫方块式，对，叫方块式，4方块式合约。对。但是学生那些小朋友们会讲个更可爱的，他们都叫它菱形。菱形。对，我觉得不止一个，他看到它叫菱形，就可见。然后这个是爱心，这个叫爱心。爱心还好啦，爱心还好，因为它的英文叫 heart。OK。对，但是菱形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可能跟他们小朋友刚学，目前数学学到形状，所以他们我常常听到菱形。那我听到菱形，我其实常常就觉得很不自在，而且改不过来。你给他提醒，他还是一直讲菱形，这很可爱。老师，这个营队是针对年龄多大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其实大概小学就可以，了。对，小学就可以到国中。对，但是一般桥牌的教学呢，有人大概讲，这我不知道算不算正式统计啦。我曾经听过说法，我实际也觉得有道理。就是如果一开始学桥牌的话，比较理想年纪至少要到小3。对，你如果低于小3不是不行，那要跟他的心智发展度有关，因为年纪越小，他其实注意力越不集中，再加上他抽象思考能力的发展还没到位，所以就像昨天好像有聊过一个很小的小朋友学围棋是没困难的，因为围棋规则简单，对，但是桥牌就有点困难，他一开始光是规则就很复杂，对，没错。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两红心倒2，所以又产生了2个 IMP 的差距。因为一边只倒1，一边 ENT 倒1，一边两红心倒2。所以目前总分上还是我们的 BTU 老中青，他们就在追加2个 IMP。对，在分数上持续的领先哦。他们也是在昨天这个转播情况下，第一天赛程8队里面的这个 IMP 分数的领跑者。我们现在因为是转播一个单桌，所以说其实只看到这桌状况，他也没有去把胜分的比数列出来。像有一些正式国际的比赛，
如果你这时候还有一个比赛的网站的话，它其实会及时看到各队的，它没办法转播这么多，但是呢，它因为都是靠平板打上去，对，它的成绩记录会显示在网站上，而且呢，它这个 IMP 的分差会直接对照胜分的差距出来，你就会看到每副牌打完，比数就在跳动，名次也在跳动，及时的在做这个更新，对。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更刺激，对，因为有时候很接近啊，如果两队的这个分数很接近的话。好，第13副牌，西加喊出了2枚花。我们来看这一手牌哦，它就是属于东家是有些点牌型蛮平均，但西加呢，它就是牌型很好。你看6张红心，4张黑桃。方块1枚花2，他那个2枚花应该是虚晃一招哈，也不是，他有特殊的用意，只是他没有按alert。对，他最后又把它拉回到红心，对，因为他的牌型肯定是要叫。他其实就想检验同伴有没有红心配合，只是他没有alert，或者是转播员没看到。是，那所以东家这手喊2红心，就是告诉同伴我有3张红心，是，一定3张。对，如果我4张，我当初在你1红心的时候，我就加2红心。是。所以完成沟通之后，选择以4红心来成约。你看嘛，西加有6张红心，当他发现同伴有3张，他就知道我方有9张，是9张就是一个80分的配合了。所以他就选择直奔4红心，这就是有计分机制的时候才有的嘛。因为他为了要拿到比较高的分数，所以你看他不是交3，他交到4，他就一举进入这个成局的范围。成局的范围是要赢就赢大的哈。对对对。就像我昨天跟你说那个，像我们小时候看《灌篮高手》，3井就会往后跳一步，退到3分线外。说到这个影视作品哦，其实近年随着这些串流平台的兴起，也越来越多这种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棋啊或者牌啊，这种被翻拍成作品哦。像前几年 Netflix 推出这个西洋棋的《后羿弃兵》，就造成了全球的一个。这个西洋棋的风潮，那桥牌我们有没有影视作品？台湾目前是没有，没有哈。但是之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过一个影集叫做《国际桥牌社》，是，其实它跟桥牌没有关系，对，只是可能编剧他们认为说桥牌是有这种尔虞我诈，所以他把它拿来叫合约这种互相试探，所以。老师提到这个国际桥牌社也是我们台湾的原创影集虽然有桥牌的名称，但它主要是描述国际关系这种大国角力啊，还有国内的政局外交的情节，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但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桥牌的，它完全没有桥牌的关系啊，是元素，桥牌元素一点都没有。是，但是之前日本有一个很成功的，叫麒麟王。麒麟王，对，像我看过网络上有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是，他说日本本来围棋人口就不少，对，但是其实世界各国。他在这种棋类啊、扑克牌类的活动，其实人口可能都有衰退的趋势。是这个，据说这个《麒麟王》漫画出来风行之后，帮日本增加了几十万的这个围棋人口。是，尤其是我们说这种东西要从基层抓起那小朋友他当然受到这种动漫啊、这种影音刺激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啊，影响。对，像这几天在8月8号的时候，那个《鬼灭之刃》。是的，对电影版哇，好多这个家长暑假都带着小朋友要去看。对，我们其实乔界也很期待哪天可以有这种以桥牌为题材的这种影视出来。不过确实要想一下，因为桥牌确实就像老师说的，看新手看真的是跨博，就是而且其中的这种门道你要怎么编剧去花时间去解释跟呈现，哇，这蛮考验呈现的。对的，因为它主要是它规则难。对。我们之前去大陆参加，有一年世界杯在大陆办，对，他们这边就宣传一个，那应该不是全国的，可能是某个地方的那个电视台，是，他就拍过一个以桥牌为题材的校园电影。那我们后来看了之后，就会发现，当然内容其实也不错啦，对，但是他对桥牌的进行跟规则上是就很容易是有错误的，要简化蛮多，对不对？因为他可能做的人本身不是那么懂规则，是。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转播画面是我们的主桌辅仁真的林美丽搭档洪以安，以及对战 BTU 老中青的陈君明跟林志宏，他们的主桌这边已经是结束了。
然后我们要等他们另外一桌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刚在的这一桌呢，它这个4红，我们上一排嘛，在13排的时候，这个4红星就是两边都正常做到，对，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最后一副呢要进行的是第14排。那第14排在我们刚才的这个主桌里面，它是由北家洪颖安主打这2NT， 对刚好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它的2NT这个双梦家分析的话，有的牌张会沉，我们拉大一点，有的牌张会沉，有的牌张是会荡的，那这就表示其实做成跟垮掉都是合理的结果。是好，所以但是至少可能成可能荡的合约你做成了，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一桌来看，好，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副牌，东家跟南家2个 pass 之后，西家12点开叫1方块。那北家这个赌背，它就是所谓的破半赌背，它并不是真的觉得1方块不会沉，要加重积分。在这种位阶低的赌背，通常我们在叫牌制度上会把它约定为迫使同伴一定要叫牌。是。然后呢，南家的2梅花是被北家破出来的。对。然后北家在喝方块，他也不是真的想打方块，他去叫敌方的牌组。我们桥牌有个术语叫 Q 比，大陆把它叫做扣叫。扣叫。他的意思就是呢，意思就是我要冲破同伴，你一定要再叫牌。我是不可能想打敌方牌组的，你一定要再叫。那南家呢就没什么东西，就再叫3梅花。然后北家呢一样了，不甘心不放手，就再硬撑一个3五王。所以这牌要有输赢出现了。这牌就是真的会有输赢，它不会是只有小分差。是因为我们看另一桌的南北家叫2NT， 非常的平和。2NT 跟3NT， 它就一个是成局，对，一个是部分合约。是，所以现在这一桌主桌的3NT， 不管成还是荡，都会产生一个几百分的差距。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双梦加分析。目前手工方块在后续的正常攻防中看起来是要倒2的。我相信这牌房家击垮2NT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手牌它是属于一个头重脚轻的牌，庄家牌力非常强大，但是呢，孟家的牌力很少，而且它缺乏巧引。什么是巧引？跟主持人说明一下，巧引就是指说呢，你由哪边出牌，你需要打一张大牌过去。如果打大牌过去，就好像是我走过一座桥，搭档之间就像中间隔着一条河，对，你要走过去，你要过桥。南家没有桥，南家没有任何一张大牌是过得来的。我们可能会看到，梅花 Q 可以啊，问题是庄家只有梅花 AK， 他没有第3张小梅花，所以梅花 AK 一打掉，来你看桥就没了。那这张红心借可也下不来，因为 KQ 在西家手上，所以南家是处于一个没有桥的状态。所以没有桥的状态下，这一排就是属于北家一个人在独立对抗2个房家。是，那合约目标又要9等，基本上是很困难。对。所以目前孟家分析告诉我们，最多是会掉2等啊，倒2等，倒2等。好，这里思考，因为没有梅花了，看要怎么垫。对，他大概在想，其实他垫牌本身没有困难，对，但是他应该是在想，他现在要垫哪一张，因为哪一张牌垫下去，攸关他给同伴的信号。是，同伴也在仔细的盯着他看你。我相信，如果是跟我一样比较初阶观众朋友，我们就会认为说，就一定是从最小，对啊，就是最小的开始垫这样子。但是红心3跟黑桃3在他的信号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所以高手的选择是不一样，他选择垫了一个4。那趁这个空档呢，我也解说一个概念叫信号好了。你可能甚至 QQ 老师你也一直听到我们在讲信号。对，什么叫信号？信号呢 ，signal 指的就是说我利用出牌的先后顺序、相对顺序去表达我手上的牌情。但是他也没有神奇到让像很多一般人想说好厉害哦，打个几张就全部知道。没有，他有的时候是透过这种出法告诉同伴，我在哪个花色上可能有大牌。只是可能有大牌哦，但就算有，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张。或者是他会告诉你，我这个花色我是奇数张还是偶数张，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像您之前说过的，一步一步透过这些微小讯息拼凑起来，那可能还要加一些
叫牌时候的讯息。是，所以桥牌其实在攻防过程中，它是需要不断的大量整合计算持续出现的讯息，真的是蛮烧脑的。对的，是的，是的。哦，现在孟加分析告诉我们，还可能会倒到3等呢。对，有可能。因为真的就是庄家一个人对抗2个房家，那这把牌就是属于房家在防守上也是比较轻松的，是因为这个孟加2打1帮不上了，2打1的，2打1，很轻松啊！看怎么去调动你的牌，让你多施几灯。这里思考的比较久哈，但是以牌面上来讲，它也只有那一个，所以这里不见得是在思考，有的时候是转播的过程中，或者系统出现什么灵感，有可能。因为你讲到这里啊，顺便聊个东西，如果牌桌上真的有这种，我手上只有1张，对啊，我还在思考，这违规的，这是违规的，因为你就按照规则，你就直接要打了，对，因为你如果还在思考，那其实就是代表你手上应该是有选择，是，但是照理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不该思考。OK， 你如果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还思考，那就是有误导敌方的嫌疑。了解。好，最后是 claim 了哈，这个声称7吨被接受，好，那于是呢，拿回了6分，拿回6分，还不错啦。对，那最终呢，就是21对13，21对13，还是由我们的 BTU 老中青哦，以这个8分 IMP 的状况哈，是战胜了辅仁真。那我们是不是请杨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这14副牌看下来，我们对这2队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瞬间？我觉得这14副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两边都展现了很高的水平。对，那过程中当然你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实话说，在我刚看。几乎是很少，你也很少听到我说他这里打错了，是他大部分就是一种选择，以及他这个可能比较积极或比较消极，是，然后产生的一些结果差异，是，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蛮开心的，在转播上出现这种比赛是很蛮高水准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一队压着对手这样一路狂打，那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太好看哈。所以这有些攻防博弈在里面是蛮精彩的。然后还有拉锯啊，双方有胜有负的。好，今天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杨老师送了我一副，他自己从亚运得了金牌回来制作的牌，对，这是2018亚运时候非常可爱啊。这个里面牌里面呢，每一张都有清楚的介绍这个桥牌的一些规则啦，然后还有一些精神在里面啊，是蛮特别的。然后据说现在也快绝版了，是不是？对，因为我当初做了，我就是送人嘛，对，是慢慢的其实就手边也没有了。好，谢谢杨老师，我是回去再好好的拜读一下这个桥牌的精神。好，那我们待会就会大会来进行到午餐，让选手休息一下。待会在下午的1点钟会再回到我们第2届大专杯的转播现场，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待会见。好，谢谢大家。